按照我的原计划，在抵达新都桥后，我会在这个318沿线的小镇驻车休整2天，然后继续沿着318西行。在新都桥的第2天，因为这里昼夜温差非常大，所以我想找一家民宿洗个澡，再洗洗衣服。我在平台上选了一家民宿并入住后，我认识了我这趟旅程中的第一位藏族朋友安旺热巴。所以在这个视频里，我想和你们聊一聊他。这位正在唱藏歌的便是安旺日巴。高原强烈的紫外线使得安旺看起来要更加成熟一些。后来经过交流，我才发现安旺只比我大3岁。这一位则是安旺的未婚妻梅朵。梅朵是阿坝人，她随着工作的时候和安旺相识，然后和安旺一起来到安旺的家乡新都桥，和他一起经营现在的这家民宿，也就是这家民宿的老板娘。安旺的民宿名字叫做噶尔仓庄园，位于318国道旁1公里左右的小山坡上。民宿的建筑主体是典型的藏式建筑风格，在民宿的院子里，有时还可以看到2只刚出生的小牛犊和其他善良的藏族奶奶和小朋友。在民宿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转经筒，我问过安旺，安旺说那里是一所佛学院，里面的喇嘛和普通的学生上课一样，在里面学习佛法。早上刚刚来到民宿以后，安旺就让我体验了藏族人的早餐糌粑和酥油茶。这是西藏的早餐糌粑，老板娘教我用手把它给揉起来，我感觉现在特别像在蒸馒头的那种揉面。安旺作为一名藏族人，他也是一名虔诚的藏传佛教徒。在我抵达民宿的第2天，安旺便热情地邀请我和他一起去几10公里开外的寺庙进行朝拜。我对藏传佛教知之甚少，所以我便学着安旺，围绕着转经筒顺时针慢走着。只不过安旺的嘴里会小声念叨着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藏族人在朝拜时所念诵的经文。只不过因为6字真言是藏语，所以我学了老久也没有学会。现在安旺所跪拜的是存放阿旺自成活佛舍利子的佛塔。和汉族不同，藏族人通常没有姓氏，他们的名字往往是在出生前或者出生后，父母前往附近的寺庙，请本地有名望的活佛进行取名仪式后所赐名。而安旺的名字便是阿旺自成活佛前2个字和日巴的结合，后来阴差阳错，阿旺变成了安旺。这个是圣泉吗？对，圣泉。要揉一揉吗？喝的是吧？对。你看我那么深深，你看我这边根本没有水，你看它就出来一个水，叫圣水。哦，对哈。你觉得神不神奇吗？这附近全是山啊，对，全是山。然后你看我这边，出现了一口泉，这种圣泉类。圣泉，对。是的。你什么时候才发现的？啊，对。也多喝一点，把你所有的那些疾病啊、小毛病都把它喝走，对吧？好。寺庙位于半山腰处，3500多米的海拔加上不停的上坡。我早已经气喘吁吁，心跳直奔140多次每秒，而安旺却仍然虔诚地在每一个白塔前念着经文，不停地跪拜。安旺和梅朵都有着藏族人天生能歌善舞的特点。每当有新的客人入住酒店，在晚饭后，安旺基本都会给客人们伴着音乐跳一段锅庄。不同藏区的藏族人民有不同的锅庄风格，有时梅朵也会和安旺一起起舞，带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外地游客们一起感受藏族锅庄的热情与活力。心之本
阿旺本身热情善聊，能歌善舞，再加上游客们对藏族歌舞的好奇，所以每当夜幕降临，民宿3楼的观景餐厅变成了这座小镇中极有活力的一座小岛。你要去唱歌吗？再次泛起心里無數的思念。灵魂不经意间伤了你的心，害怕什么？爱着爱着，我把的一生画出以后的彩虹。这的路再见了你最好，就是你到底有没有眼泪飘来飘去。干了吗？对，啤酒哈，没事吧？我还是不知道唱什么。慢慢找，不着急。那我看看。Number one， 来川西新都桥就入住噶尔萨庄园。Number one。那又该我了吗？炊烟升起，风吹草低。空空渐变，只是剩下我的呼吸。你送我的格桑花，它开在我梦里。我喝过的情歌就化填在我心底。你放牧的那首歌还在唱起。春暖花开，我还在草原等你。就問散開，換青春歸來，因此我喜歡花一天，感覺一切是愛。新都桥作为318国道中的小镇，绝大数游客都像我刚抵达时一样，将此作为一个临时歇脚的中转站。在前一晚的载歌载舞后，随着第二天早上藏式早餐糌粑和酥油茶的下肚，旅客们或徒步，或骑行，或自驾前往他们的下一站。在客人离去后，阿旺和梅朵也开始了属于他们俩的时间。So dumb right now, standing outside my house, trying to apologize. You're so ugly when you cry. Please, just cut it out. And don't tell me you're sorry, 'cause you're not. 尽管阿旺并非专业厨师出身，但他单臂颠勺的样子也像极了专业的大厨。尽管店里提供的菜品不多，但对于奔波了一天的旅客而言，吃上一顿热乎乎的牦牛肉汤锅，便可大补元气。再配上热气四溢的酥油茶在肠胃间流淌，或许可以洗去大多数旅客们初来高原产生的高原反应。啥子意思呢？我没搞懂，是带卫生间的吗？你要的是？对，带卫生间的，我已经打开了。哦，你弟嘛，现在还有2件，不然没了。等一下的话。好的，那我。新的一天，阳光好像罢工了，乌云携带着小雨落在山间。今天的游客不多，所以阿旺并不繁忙。
他开着我的大金杯，带着其他的3位客人和我一起去附近的藏族人死后进行天葬的地方。天葬台位于群山中间，大金杯哼哧哼哧地带着我们抵达目的地。刚下车看到的景象，实话实说，并没有让我很震撼。我们随着安旺步行前往天葬台。他说可以躺，我这个可以躺啊。可以躺是什么？躺的话以后，比如说，我们不会那种出车祸，不会意外去死，然后我们就那种慢慢的老去死，因为年龄而去死。就是自然死亡。自然死亡，没有那种意外死亡。没有意外死亡。对，我们小时候躺过。真的可以方式。看到散落在地上用于砸骨剔肉的锤头和小刀后，我才慢慢地感受到一种属于宗教意义上对于死亡的尊重和虔诚。这种小石堆就是说他们那个弄的建的。对，比如你看我这种一个小小的石头上都有那种经文，但是我们看不到嘛，平凡的人就看不了，除非是有那种身份不一样的人才能看得到。所以他们就是祈福，就是会垒那种石块，对对，这种有经文的石头。对。晚上有10位医学研究生毕业旅行来到了新都桥，入住了安旺的民宿。他们点了2锅牦牛肉汤锅后，拼起桌子在3楼的观景餐厅进行聚餐。安旺非常敬佩他们漫长又艰苦的求学生涯，所以安旺专门穿上了西装，在他们的饭后和梅朵一起给远道而来的客人献上了洁白的哈达。他换了件衣服。对啊。天哪，再真实一点嘛，对吧？太真实。等一下，从哪个开始啊？从他们来，这些的嘞，把我们藏族最高的礼节哈达献给你，工作身体这些的嘞啊！来，这些的嘞，来帅哥，这提前毕业嘛。来，快去。来美女，这些的嘞，没有，谢谢，这些的嘞。一起顺利啊！接下来我们也学会收学位一样，一会儿就来，快！拍一排，这就来拍。这必须得拍照，这不拍照可以啊。来我，来西的嘞，谢谢。来西的嘞，谢。来，跟你们一起合张影吧。来，老板一起。可以，真棒。安旺的民宿下有很大一块的草坪，所以安旺接受了我的建议，购买了帐篷和天幕，把下面的草坪改造成露营区，这样在天气好的时候，旅客可以坐在天幕下，一边喝着下午茶，一边看着云从山上穿过。我和安旺搭完帐篷以后，梅朵和安旺的妈妈也在草坪的另一侧开始木炭烤鸡。昨晚的10位游客则坐在了大湾的天幕下，我偷偷地提前告诉了他们，今天是梅朵的生日，所以他们一边等待着2只烤鸡的完成，一边给梅朵准备今晚的生日惊喜。然后旁边可以堆那种小果子。把那个有点。拿个果盘来种这个吧。那你这个就切大了。不大了，就这样了。当你分小了就不好看了。
在城市上空飘扬，现实寄来的像梦一样，让我乱洋洋。还有。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健康，快乐，来一张照，来一张照，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快点，快点，快点。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祝你健康，祝你温暖家庭，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幸福光明。这还再来一遍。祝你生日，祝你健康，祝你幸福光明。老板紧张了。Happy birthday to you,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祝你生日快乐。就是不是罗啦，这里罗家了，穷啦啦你说吧，说不说嘛来不，就是不是罗啦，扎西呀罗啦，扎西的嘞。帮梅朵过生日时，天上便落下了稀稀拉拉的小雨。随着夜幕的降临，气温开始骤降。即使外面的气温已经接近0度，但大家还是裹紧了自己身上的羽绒服和毛毯，继续在自然里歌唱。昨夜的雨在凌晨时分变成了雪，所以早上我醒来后，坐在3楼观景餐厅的窗户边，饮了一口热茶，转头向窗外望去，看见雪落满了南山。在安旺民宿停留的几日，我又找回了高中时一个人背包旅行和义工旅行的感觉。在路上一个人开车时，听着大金杯的轰鸣，看着路两旁的树飞速地退回，我有时也会想此行出来旅行的意义。诚然，旅行作为一种行为，古往今来不同的文人与艺术家给它赋予了无穷尽值得深思的含义。但我想了想，我的旅行好像并无此高深之意。如若硬给旅行找些解释，那路上淋过的雨，吹过的风，在大金杯里看过的日落与星空，与各种有意思的旅人相遇又分别，与各地不同的文化碰撞与交融，这些于我而言就是我这一行的意义。哦，对了，还有每天看着安旺和梅朵在我面前撒糖。截至这个视频发出，我已经在安旺的民宿待了有一阵子了。我的身份也从旅客变成了他们俩的朋友，格尔仓的义工。雨季将近，最近的几日雨水一直不停地冲刷着这里，所以我会继续留着这里一些日子，可能会几天，也可能是几周，又或者是几个月。反正我的旅行宽松而又自由。很好的进步，努力就是超过天才。Let's go， 走吧。啊，来准备。1胜，3局2胜啊！再来第2局，反着石头，1、2、3，不。那你输了，那我们就回来吃。好，在接下来的视频里，我会继续拍摄安旺和梅朵的故事，也会继续拍摄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来，如果你对他们两个或者藏族人民还有什么好奇心，
欢迎给我评论或者提建议，说不定在下个视频里我就会把你好奇的内容剪进视频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一定帮我点赞、评论、转发、投币，你的支持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关注我，和我一块玩去吧。How about a round of applause? Yeah, standing ovation. Ooh,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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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ou look so dumb right now, standing outside my house, trying to apologize. You're so ugly when you cry. Please, just cut it out. And don't tell me you're sorry, 'cause you're not. And baby, when I know you're only sorry you got caught, but you put on quite a show, really had me going. But now it's time to go, curtains finally closing. That was quite a show, very entertaining, but it's over now. But it's over now. Go on and take a bow. Grab your clothes and get gone. You better hurry up before the sprinklers come on. Talking about, girl, I love you, you're the one. This just looks like a rerun. Please, what else is on? And don't tell me you're sorry, 'cause you're not. Baby, when I know you're only sorry you got caught, but you put on quite a show, really had me going. But now it's time to go, curtains finally closing. That was quite a show, very entertaining, but it's over now. Go on and take a bow. Oh, and the award for the best life goes to you, for making me believe that you could be faithful to me. Let's hear your speech out. How about a round of applause? A standing ovation, but you put on quite a show, really had me going. Now it's time to go, curtains finally closing. That was quite a show, very entertaining, but it's over now. But it's over now. Go on and take a bow, but it's over now. Oh, how about a round of applause? Yeah, standing